起如红。还有新作品吗？我又没死，应该会有，不死就有啊。染发了，是的，染了个头发，然后准备今天去剪头发，所以在剪头发之前要染发。天气如虹，染过头发更好看了。有的人还喜欢不染头发的老头儿，来头感。开美颜了？什么叫开美颜了呢？我给大家关一下美颜。我的美颜跟其他的美颜不太一样，我的美颜就是加了那个美白，加了点磨皮。哎，快关！这，快开开，快开开！哎，这怎么感觉这是两个人呢？哎呀妈，小团团，这个是。哎哎，哎哎哎哎哎，不开，开不开其实都行，但我这个屋比较暗嘛，我就是调个颜色，调个颜色。今天怎么这么年轻？今天染头发了，刮胡子了。染头发刮胡子就会年轻，然后再戴个装嫩的小眼镜儿，就年轻一点。哎呀，昨天淋了雨，
昨天那个北京下雨了，哎呀，真是那个跟他们来了。谢谢。咱们吃个饭吧。吃饭吧。又是吃水煮菜的一天。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吃水煮菜。我近一点看不见你们说什么。这样能看见。这个是潮汕牛肉火锅，但是我就是最近就是，哎呀，离开深圳以后就特别怀念，就是这个广那边的那个饮食，就觉得很清淡。北京都是那个偏川菜嘛，油比较重，所以说最近总吃这个水煮菜。这个是沙茶酱，我之前不吃沙茶酱，但是吃他家我还真好吃，有点寡。哎呀，这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旦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他习惯了那边的饮食啊，就不一样了。我之前我就觉得川菜很好吃，现在都觉得不好吃了。这沙茶酱。北京的物价确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最近就疯狂喜欢吃这个娃娃菜，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就喜欢吃娃娃菜，喜欢吃沙茶酱。河南是不是烩面啊？烩面我也吃不惯，烩面那东西真的反人类。但河南本地人爱吃，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烩面、羊肉烩面什么的？怎么那么夸张啊？那个东西怎么那么难以接受啊？我的妈呀，那个我真的是。
这个是那个蒜，糖蒜。我觉得在北京吃火锅一定要有蒜，因为北京的火锅其实比较，就是北京的火锅是没有味道的。我就觉得我吃一段时间，可能我就会瘦，再瘦一点儿。是的，我算午餐，因为我晚上会吃宵夜，所以醒的也会比较晚，然后吃的也会比较晚一点。我现在就是摄入的这个油，其实就是这个沙茶酱。说话真温柔，那你来的不是时候，我刚醒。你等再一会儿，我吃完饭就是说话就开始大声了，就比较凶了。我跟美男挂不上钩。在我心里，谁是美男？就是那个《一人之下》里扮演那个《一人之下》电视剧版扮演那个，就是那个白头发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我在北京。对，北京海淀。
份金针菇，我说呢，我还以为是加了一份面呢。爱吃金针菇，有一些零就别吃金针菇了啊。咱们吃点金针菇可以，零就别吃了啊。有对象的咱别吃。中关村哪儿啊？中关村，离中关村不远吧？我对这边也不太熟。那我应该离五道口应该不远。我之前在北京生活3年，然后一直也不是在海淀，在朝阳。在朝阳的时候也不怎么出来玩儿。我觉得啊，就是你快速熟悉一座城市，要不就坐地铁，要不就坐公交。你来回坐几趟公交地铁，你就都知道了。要不其实你对这个城市你就不太了解。这娃娃菜还真的挺好吃的。为什么不固定？没有为什么，就想播就播。我的人生一向如此，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你34岁了，你来北京上什么学？不一样啊，每个人生活都不一样，习惯都不一样。我是在你们上学的时候闯社会，等你们闯社会了，我去上学了。
而且仔细算一算，我的工龄都有20年了。我15岁出来打工。什么叫函授教育啊？函授教育没有那个含金量的。再说我又不去工作，重。可能你们需要函授教育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企业需要一个学历，但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上完学以后我就自己创业了，不太会去给别人打工。就算给别人打工，影视行业不看学历啊。万一碰到校园爱情了怎么办？啊，我们是进修班，年纪都不是说15、16岁的小孩子。是全日制学校，不是全日制学校，是进修班。这还没听明白啊？进修班知道啥意思吧？影视进修班，导演进修班，不一定考不考得上呢，现在还不确定。学费是1年14万。房租应该也不少，我这个房租1年是7万多，将近8万块钱吧，啊，我这个房租1年是8万块钱左右，啊，具体我没算。
么三居室？怎么看出来是三居室？幻想出来的。爱就是穿搭很文雅。第一次有人管芬迪的衣服叫文雅，一般人看这件衣服都会说：“哎，怎么这么土豪啊？”看来你不知道什么是芬迪。只有半年可以活了。啊，谁？怎么了？我只有半年开始活了。你怎么了？你要死了吗？世界上没有你顾忌的人了吗？精神不好吗？你是？别让人看的啊！这孩子精神不好，脑子不好。来吧。美梦里有怎样气候？你终于回过头看我，抱着你幸福的轮廓，连叹息都变得清澈。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终于不那么执着，接受分手是一场预谋，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望的伞还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我自私延续心中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了思念的负担，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我自私延续心中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情郎，站在这
正是某一段寂寞和爱相逢于聚又散。我终于不那么执着，接受分手是一场雨梦，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我仔细认去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了思念的负担，听不见你们相爱情话。我自私掩去心中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忘记了正是某一段寂寞和爱相逢于聚又散。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美满，听不见想不尽话，我自私掩饰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情满。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得像被打击的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从头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得一次心碎。被那些往事缠得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永不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得像被他击的泪，才发现好多年
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永不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你流泪。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永不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你流泪。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胆真，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恨为恨仇，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若也永不苍老，又怎叫花火无声出心动？为人手，为心凉，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美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若不得十年玄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战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着，半生着落着落。你用什么来对这诗一首？若无坎坷，若不曾跌落，又怎能得自我，不让他人说？为自己，为谁梦？为云烟过眼都可怕。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
有道说此生所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酒若不得，只念玄心眉头。有道说来世若求，无人寒蝉战马参头。本为新酒，赐我爱者，半生着落。有道说日心所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只念玄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战马参头。心为新酒，赐我爱者，半生着落。不相见，不相见，那一人那一面，也不愿你我错过的流年。某一年，某一夜，谁留恋，谁无言，擦过肩，缘分就别在枕边。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爱一人用一世不自知。到如今满城旧剧也别解释，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大雨将至，满地潮湿，从前的电光火石，从此多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折纸。得失离世，总会周而复始。不必说，花又开，花又落，有过谁也一样没有结果。那一年大雨中，记着你忘了我，有些事堵在内心的角落。大雨将至，满地潮湿，从前的电光火石，多年以后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折纸。得失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大雨将至，满地潮湿，记忆眼前在流逝。多年以后，每段故事，从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泪情只可而止。得失离世，总会有周而复始。得失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
浮世。欲念成执着，沧海变荒漠。轮回中，我像飞鸟经过，记忆中停泊，点一盏烛火，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听雨声滴落，看花开几朵，看昨日怎么只剩轮廓。难断的情锁，眸中的淡泊，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我醉在混世中，恍然若梦，睁开眼，眼光照错，一段情着了火，一颗心着了魔，谁为谁失魂落魄？时光一抹，难画你我，留白不要太多，轻开一朵，爱难零落，用我一生陪你挥霍，收到恒星都坠落。一封情着了火，一颗心着了魔，谁为谁失魂落魄？时光笔墨，难画你我，留白不要太多，轻开一朵，爱难零落，用我一生陪你挥霍，说到恒星都坠落。
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太自离开的所有你陷阱。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我不曾提什么就忘了。的对话就这样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再来。再点一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太自以为的世界被你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替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太自以为的世界被你蹲害的再来一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太自以为的世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陷阱。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的已清楚的步伐，
炙热烟火炙烂的方向。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见未来的形状？自由的路况就这样阻挠了我们想超速的逃亡，不再为之紧张。独处的时光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搜集的拥抱，不再眼前需要太多理智的世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暗陷阱。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深深指引我阻挡的方向。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进未来的形状？这歌其实不难，这歌不到难，但是我不会唱，就我对这首歌就是没唱过，这是第一次唱，第3次唱，我前面唱了几次，就是没学过这首歌，但是我最近还总听，但是一直都没唱过，所以这都对我来讲的话，真是不熟，歌词不熟。一样的月光，这歌挺好听的。我一开始我不觉得这首歌好听，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挺怪的。后来就是，听了翻唱版的，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徐佳莹版的，我觉得一般，没有翻唱版的好听。眼镜哪里配的？我这是那个眼镜框，这是哪有配呀？这不是眼镜，是眼镜框。我把那个眼镜那个弄下去了。我本来配了一个，但我那个眼镜它有点，我那个眼镜配的就是把那个物体就是弄的就是越来越小了。就是正常的我们眼镜的功能就是说让物体更清晰，但是我那个镜面呢，镜面就是我的那个就显物体会变小，可能就是那个镜片有问题，所以我就把那个镜片给摘了。
第一次觉得好难听，是我跟你是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不好听，后来就是越听还挺耐听的这首歌，确实写的就是挺就算是写的挺高级的这首歌，我就放一首这个好听的，你别听那个歌了。其实我最不愿意提起的就是《桂花香》和《小说》这两首歌，我最不愿意提的就是这两首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桂花香》和《小说》是因为是我最早期的作品，然后那个早期的录音师啊，他觉得我颤音太多了，他就把我所有的颤音都给修平了，一修平全是电音。你们听《桂花香》和《小说》这两首歌，全是大电音。你们能懂不？就这两首歌我自己听我都觉得哎呀好丢人呐，就我觉得我唱的没跑调，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录音棚的那个老师就不喜欢我的那个颤音，就觉得颤音挺老派的，所以他就非得修平了，修完了全是电音。就是我感觉你们听一会儿那个手机都充满了。你记得之前有白头发，我昨天染的，昨天染黑了，感觉发际线都染黑了。这会儿我去剪个头发去。这样的，头太长了啊。这啥呀？我怎么没有特效啊？太自以为的世界。你们都没上班是吧？就今天都不上班，最后一天是吧？我手多白，我手对比脸的话，还是比脸还要白。脸这是因为北京现在有树毛毛，然后他妈的就是这树毛毛，哎呀，我就有点过敏。我就真的是从不长痘之后，我的脸就算是敏感肌了，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为什么不长痘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长痘的一个关键就是我用卸妆水洗脸，就买那种卸妆水洗脸，然后就把那个油的那个皮组织，然后就给伤到了。我觉得我的脸的那个脸就一下就爱过敏了，就是也出油，但是油就用那个就是那个卸妆水洗完了之后，可能就是油就少了。现在其实也鼻头出油，但是其实额头什么的就出油特别少了。所以就大家如果说有那个长痘的烦恼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尽量用那种温和的卸妆水去洗脸，不要像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考虑什么温不温和，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觉得说脸有刺痛感。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过敏源，我的脸就发红，反正就是代价嘛。对，
这你们依然能看到痘印儿，是不是？我的剧里边你们其实都能看到，就这边全是痘印儿，这都是我在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是20多岁、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我的痘痘是长侧脸，就是我的痘痘是这么长，啊，就是我痘痘是这么长，我的痘痘是就是转着圈长。我那个时候脖子特别多，我记得就好像最多的就是脖子那个时候痘痘特别多，就特吓人。而且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去了成都之后，天天吃辛辣的东西，我的妈呀！我都是那种就是长那种大脓包，还吃中药，我觉得中药也不好用，就是大脓包，哎呀！还回深圳的吗？我深圳的房子卖掉了，所以我不会是回深圳，但是我会回那个惠州。惠州我还有房子，家人也在那边。离开的反作用力。主播去过多少城市？我就说我没去过的城市吧。我就说我去过的城市，因为好多城市我都没去过。我去过大庆，去过哈尔滨，去过就是那个黑龙江，好像就这几个，就去过俩。然后去过吉林、长春，还去过白山，然后去过沈阳，去过大连，然后再往这边应该是河北了。河北我去过石家庄，我肯定去过。石家庄好像去过，忘了。泰山那个城市叫什么？我爬过泰山。没了。然后北京，然后呼和浩特，然后再往这边是安徽，我去过吗？没去过。安徽的省会是不是合肥啊？合肥我好像去过吧？合肥我应该去过，是不是合肥？是合肥。合肥我应该去过，就是因为我们方糖当时做了一个选秀，然后我就当评委，就跟了很多城市，然后还有什么城市啊？河南的那个郑州去过，然后新乡去过，
然后太原也去过，然后山西、陕西是西安，西安也去过。江苏，江苏的省会是江苏的省会是什么？江苏的省会是不是合肥？江苏的省会是，别告诉我啊，叫南京。南京也去过，也去过。然后上海去过，然后那个上海周边那个昆山也去过，然后杭州去过，然后杭州下面是哪儿啊？江西的南昌去过，萍乡去过，那叫萍乡吧，萍乡去过，然后再往下是福建没去过，福建的任何城市我都没去过。然后广东去过，广东那个深圳呐、佛山呐、东莞呐、还有清远呐、还有惠州啊，都去过。然后再下面是珠海去过，珠海是那个福建的，珠海是福建的吗？珠海是广东还是福建的？珠海福建的吧？珠海是福建的吧？还是广州的呀？好像是福建的啊，珠海是福建的，广东的吗？哦，但珠海为什么说那个那啥呀？说那个闽南话呀？我记得。啊，珠海为什么说那个就是闽南话呀？我记得是珠海说那个闽南话，是不是？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珠海，就说台湾话呀，我还以为他们靠福建呢。然后香港去过，厦门啊，记错了啊，那我没去过珠海啊，我没去过珠海，我去过厦门啊，我去过厦门，没去过珠海。哎呀，这俩我都整不清啊，没去过珠海啊。然后香港去过，然后海口去过，三亚去过，那个成都去过，然后都江堰去过，青城山去过，然后那个南京不是那个，湖南的那个山叫什么山啊？衡山、嵩山、衡山我去过，是衡山吗？那个湖南的山，什么山？衡山、泰山、嵩山，还有什么山？衡阳，对，衡山嘛，就是不是衡阳？对，我去过。然后那个重庆去过，重庆去过。再往上是啥呀？青海那边的广西南宁去过，其他就没了。我其实去过的城市比较少，你们觉得少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就是
就走马看花，就有的时候就路过溜达一下。但是我其实相对来讲，我比较熟悉的还是广州嘞，不是广东哎，广州我也去过，广东其实我去的地方比较多。你看我是东北人，但是我在东北其实我也那个时候也不怎么出门的那种。广东这边我是后期就是这几年我就是没事开车呀，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就可能会广东比较熟广东比较熟。你像什么有的城市为什么我们就只去省会因为我们就是做活动，生活半年以上的有新疆肯定有了，沈阳也有，然后哈尔滨大庆有，然后济南有，然后深圳、惠州，然后那个成都，然后北京，没了8个城市北京没了，应该没了。我生活最久的就应该是那个哈尔滨嘛，但哈尔滨我不熟。哈尔滨那个时候没钱，小朋友哪儿都不去，而且我生活最久是大庆，因为我出生就在大庆。那个时候就是没钱，我在大庆的时候连公交都不怎么坐，我们就在一个小村子里，公交都是我10几岁的时候才坐过公交。太自以为的世界。然后这几个城市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如果说气候来讲的话，我还是喜欢广东我最喜欢广东，就是我觉得这个省是蛮好的。但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广东人个性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我周围的邻居我都觉得说广东人比较多，然后就觉得广东人的个性可能对，有一点点问题，对，个性上是有一点问题。广东人不是大男子主义，广东人是有点斤斤计较吧，我觉得有一点点，而且他们很，个性上不太一样吧，我觉得，个性上不太一样。你像我们东北人可能都想着跟邻居搞好关系然后就大大咧咧想交朋友但广东人可能这方面比较不一样广东人可能不太是像我们这样，反正我们东北人就都是走到哪儿走到哪儿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跟邻居就打招呼然后说说话或者说就那个送礼物之类的，我们是这个性格。广东人不是，我在广东生活了这么久，我觉得广东人其实就是那种见了面就可能就是立马的就是回屋的那种，也不会聊。东北人是看到那个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就是这个邻居就是出门的时候互相看到了就会打招呼聊很久之类的，或者一起就是下班碰见了在电梯里碰见都会聊很久。但是广东人可能不善言辞还是怎么着，就是可能比较不一样。我都会觉得广东人可能很怕别人偷他东西那种感觉，就是
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个性上真的不一样。我们其实对不聊啊，广东人不聊。对，就是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点，就他们可能不爱这些东西。对，广东人是不聊的。他们感觉就是那我其实我也接触过台湾人。我接触过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咱不说不好，但台湾人其实很，就我觉得台湾人是那种就是，就很偏日本的那种文化。对，他们就行为也好，说话也好，包括那个消费观也好，就很日本。对，他们很日本的那种状态。台湾人口音，不一样，就是每个地方的都有特点。我们东北人其实有的时候就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招人烦，自来熟，或者说说话有点大声。你看我直播，有的时候人都会觉得说我脾气不好，其实我不是脾气不好，都觉得我是我特别事儿的那种。其实我生活当中并不这样，但是可能就是直播的时候比较直接，或者说比较凶。对，就是会比较让大家会觉得说他是这样的，怎么样的。每个地方不一样。包括我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东北人啊，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来北京，然后就北京老大爷跟我聊天啊，我都会有一点点防备。就是我跟东北老大爷聊天，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小薇家嘛，小薇家是那种就是电梯里边，然后就会他那个小区是老楼，然后就有那个大爷就遛狗什么的。我就是好聊嘛，大爷比我还好聊，就我经常就是那种那个社交悍匪的那种，然后在路上就是逮着谁跟谁聊天的那种。然后那个大爷跟我聊的就是我不敢跟他聊多了，因为我觉得他知道就是他比我还能聊感觉因为他还在朝阳区的大爷大妈是非常厉害的，我很怕他就是挖我底儿，然后看见我在家里搞同性恋。就是对。黄头发的时候谈了一个台湾的，吃烧烤要 AA。啥时候啊？我黄头发确实是谈了一个那个台湾的，没有跟我 AA 呀，还是我不记得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确实有这个事儿，因为我黄头发的时候我确实记得他烧烤要跟我 AA。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我都不记得。清楚的步伐，骑摩托好像那天。黄头发的时候我在北京啊，我怎么会那个黄头发我在北京怎么可能骑摩托？你是不是记错人了？我不会骑摩托啊。我不会骑摩托啊。谁骑摩托？他骑摩托吗？他骑摩托，黄头发的时候，我不记得。台湾的你是不是微都了？微都是那个做脸了是吗？我不记得，
我生活当中没有人跟我 AA 啊，我生活当中就是我是非常难堪，就是别人说要跟我 AA，或者说我要跟别人 AA 这种事儿，我就会觉得骨子里的就是抗拒，我抗拒 AA 这件事情。昨天其实他们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昨天不是有人就是我们要吃饭嘛，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个百里以后你就跟着我，然后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局，但都是 AA。然后昨天的意思，他们就想 AA，我说别了，然后我就说那啥，就我请了，就我不行。AA 这种事情在东北好像，我不知道东北人你们就是有没有东北人，就是我生活当中没有 AA 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啊，你不请那就拉倒，你请的话那就是大家关系就长久一点儿，啊，就我们喜欢有来有往，不太喜欢就是一把一把算的那种，能明白吗？就是我们都是，哎呀。我就觉得你要跟我 AA，首先你是瞧不起我，第二点呢就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好像就以后不想联系了，啊，就是我们是这种想法，就是啊你这顿要 AA，你不想亏欠我的那好，那就怎么样，所以也就是我第五任。就是我跟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给我转了2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好像就不想跟我复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俩就错过了嘛。就本来我跟我第五任分开之后，然后我俩一起去旅个游，旅完游以后都特别开心，然后该做的也都爱了，然后就上飞机，就是临上飞机之前，我们不是非常舍不得彼此，然后上飞机之后，然后他给我转了2000块钱、3000块钱，他给我转了2000块钱，然后他说这2天你花了不少，啊，那一刻我就觉得说，他不想跟我复合，然后就这样我们就错过了。后来我们还聊起这个事儿，我说那你其实就不想跟我复合，他说我哪不想跟你复合呀？然后我就说啊，那你怎么给我转钱？他说啊，那我不是看你那个一个人花钱我心疼吗之类的，他就这么说。啊，我才知道就是每个人的思想差异这么大，对，就是我不习惯 AA，我觉得很难堪，我非常难堪，所以我不喜欢上海，我不太喜欢上海，上海的那种 AA 的那种，我觉得很奇怪，上海人不觉得奇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样的月光。对啊，东北人是这样，南方不是这样。一共多少任？一共6任呢。一共6任，所以我摇骰子特别厉害，因为我叫6任神骰，特别冷，不好笑。一样的月光。
还相信爱情吗？我当然相信爱情。我觉得跟小孩子在一起就是爱情，跟年纪大的可能就是爱情，可能含量就没有那么纯粹。但是跟小孩子在一起，你不是爱情，你是为了什么？跟小朋友在一起，他们又没钱，完了性格又不稳定，你跟他在一起不是爱情是什么？啊？那小逼孩子性格又不好，完了死穷的，然后就是未来还不稳定。你他妈一个40-50岁、30-40岁的一个成年人跟着小孩乱这么混，啊？你把时间浪这个小逼孩子、小孩牙子身上，你他妈的，你不是爱情是什么？跟小朋友在一起就他妈是爱情，但是这个爱情就是不要总有，你也得成长一下，对吧？小逼孩牙子，你就是让他自己成长，所以跟小朋友谈恋爱，我觉得就是年纪大的那个人，就是多多少少会孤独，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谈恋爱的过程，我觉得有点孤独，独角戏。一样的月光，还会找小朋友吗？暂时不找，以后有钱了再找。以后有钱了，我就找小孩儿，找年轻的，我找那个就是，考高中考大学那一年的18岁的那个，然后他妈不来跟他一起考试，我像他爸一样，然后我在那个门口给他加油，然后考完试他冲出那个校园里，然后我就第一个给他那个送水，然后就带他吃好吃的，然后明天继续开车去送他去考场的那种。对，我就是这种，我就给他加油打气，我就给他沐浴焚香，我就给他那个捧在手上，考上大学给他交学费，然后我就在旁边给他租个房子，然后那个那个下完班以后，然后就那什么，我就那个开车去他的城市，对不对？这得有钱才能做这种事儿，没钱你，对，下辈子吧，下辈子。旁边有人小大夫，这叫汉堡的，你去查查你的精神，就是你精神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旁边有人笑，你说幻听啊还是幻想啊？这是叫汉堡的，我真的是就觉得你精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谁在笑啊？你们听着有人在笑了吗？挺吓人的你。他精神不太好他精神不太好，太吓人了这个。可能听错了，你真的得查一查，你这幻听啊？哪有人呢？哪有人呢？哪有人呢？我给你绕一圈来，你绕一圈。有没有人呢？太吓人了，家里有点乱。太自以为的是人，对不起，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就说你应该看看病啊。自如的一居室1年要8万呢，这是在北京啊，孩子，你知道什么是北京吗？北京你知道是什么地儿吗？北京，我们是在北京，我们在这个北京的北，
2环、3环。我们附近就是离天安门就不远了，哎，不远了，能明白吗？北京啊，北京，我在深圳租的房子就是那个罗湖区的那个还8000多呢，这儿6000多也太便宜了吧？这是3环，北京啊。最后家人，你是电视剧吗？那是不是家有儿女的时候，人家没有多少钱，为什么呢？人家有儿女的时候，这边的房价才多少钱呢？这边房价就几千块钱。你们要知道，就是说00几年的那个北京的房价才几千块钱，家有儿女不就00几年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就不算有钱。能明白不？你现在的视角，你看那个北京就是还挺贵的，现在这边是那个均价是8万到10万，啊，8万到10万，啊，你现在什么没？现在你这个不能这么看。回北京了，对，回北京了。我09年的时候我也来，0几年我来的北京啊，那个时候我要是那个时候肯定没钱，要有钱的话几千块钱买一平房子挺好的嘛，现在涨了多少？哎呀，不赶巧，咱没有那财运，就啥都赶不上，你知道吗？昨天我买那个双色球，买那个双色球也没中3个，哎呀，就差一个，中一个就25块钱，哎呀，当时买现做水也不至于，你当时买的话，你可能也卖。你现在经济多不好啊！你现在就是想卖它也不好卖呀。现在这边老房子就是挺便宜的，我说实在的，这边房子你看，你像我这个房子是40平，你就是算9万块钱嘛，49是36吗？啊，36，49 36，59 45，49 36，32 360万。你360万，其实在北京能有一个40多平的这么个地理位置的，其实我觉得不贵啊。因为我们深圳就是比这贵，我说实在的，深圳就是虽然说这是老破小啊，但是深圳的那个发展肯定就是不是北京嘛，北京它是那个中国的首都嘛，对不对？它肯定就是比深圳还牛逼一点儿，但是你深圳呢，就是说，居住体验会好一点，因为那边都是新楼，这边全是老楼。我这个房子可能90几年的房子，那都得20-30年了。你说你买这么个老破小也，对吧？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9万算高，9万不算高。北京的新房子都不算高了。因为咱们地理位置在这儿，3环，北京的3环就等于什么呢？基本上北京的3环就是，北京的3环，我觉得就算是一般城市的1环，能明白不？因为北京它太大了，1、2、3环，我觉得都算是1环，啊。所以北京的3环我觉得就很厉害了，你可以，你们不知道北京的那个，3环就是很繁华，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建筑，好的建筑都在3环，好的大学都在3环，你东西南北的3环你去看吧，都很厉害的，
所以北京三环很厉害啊，而且北京的地儿大，特大。这个三环其实很值的，要是300多，但我现在没交社保嘛，而且我深圳交着社保呢。我深圳交着社保呢，我就北京我就不交了，而且北京说实在的，我为什么就不想在北京买房呢？我前几年就是没去深圳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买房子，因为北京虽然说它是首都，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就是居住体验特别差，空气差。反正北京其实南方的小孩来根本就适应不了，这边哎呀，就真不行。就是你，可能北方小孩可能会觉得，南方去广东地区的，适应不了。它其实，首先一个空气非常非常差，非常非常差。这几年还好一点，前几年真的是特别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在那个北京，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在北京的那个路灯下边啊，北京不是有那个路灯吗？你在路灯下边那个光啊，你在路灯下边那个光照出来的都是那种粉尘的那种粉尘在那块飘来飘去，哎呀，老吓人了。你们能懂那种感觉吗？就是路灯下面能把所有的那个颗粒和蚊子什么都照得非常清楚。就北京的冬天，那个路灯下面全都是那个大颗粒的那种粉尘。我们这几年还好一点，我们就是18年、17年、18年的时候，19年的时候，我们冬天戴那个口罩出去，然后口罩外边就是那个鼻子这儿都是黑的。这口罩外边只要那个通鼻子这儿一圈黑，就你吸气的时候，那个粉尘是被吸到这个口罩上的。